朋友们，咱们都先停停手里的活，听我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2026年已经来了，全球银行业很可能要摊上一场比2008年更吓人的大风浪。您想想，要是自己辛苦一辈子攒下的养老钱、孩子的学费，一夜之间在银行里取不出来了，变成电脑里一串动不了的数字，要是您只能眼睁睁看着银行大门关上，自己一点办法都没有，那是什么滋味？所以接下来的内容您一定得耐心听完，这里头藏着保住咱全家钱袋子的关键。我是白远，欢迎来到汇点生活。觉得白远说的在理的朋友，别忘了评论区给个鼓励，点个关注。咱废话不多说，直接上干货。咱们先一起回想一下2023年3月，那时候是不是人心惶惶？美国的硅谷银行说倒就倒了，紧跟着签名银行、第一共和银行也接连爆雷。那时候大家都心惊胆战，时不时就得打开手机银行看看，生怕自己账户里的数字出问题。如果您觉得那场风波已经彻底过去了，那就想错了。最近我翻了不少华尔街内部的报告，还有国外一些深入的调查，发现所有的线索都隐隐约约指向了同一个时间点，就是2026年。这可不是我白远在这儿算命或者瞎猜，这是因为债务周期的数学规律，它就冷冰冰的摆在那儿。银行靠什么赚钱，咱们大概都明白，说白了就是借短贷长，用咱们存的短期钱去放长期贷款，赚个利息差。但现在银行的头顶上正悬着两把要命的剑，一把叫商业地产，另一把叫债券浮亏。好，我们进入正题，咱先说说第一把剑，商业地产。这可以说是眼下最大的一颗雷。您看看现在各地的写字楼，不管是纽约、伦敦，还是咱们国内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空置率高得吓人。很多公司习惯了让员工在家办公，或者干脆裁员缩编，写字楼根本租不出去。可问题在于，这些写字楼背后欠银行的贷款，很多都是在2020、2021年那会儿利率极低的时候签下的，贷款期限一般是5年。这么算下来，规模高达几万亿美元的这批贷款，正好就在2025年到2026年集中到期，需要重新找银行谈条件续贷款。当年房东借钱的时候，利息可能才2%、3%，可现在去续贷，利息直接飙到了7%、8%，甚至更高。租客跑了一半，租金收不上来，利息却翻了几倍，房东拿什么还？结果就是大规模的违约。而这些贷款大部分都压在那些中小型银行的账本上，成了他们的心病。再说第二把剑，债券浮亏。这几年美联储为了压住通货膨胀，玩了命的加息。这一加息直接导致银行手里那些早年买的利息很低的老债券市场价格大跌。虽然银行可以耍个会计上的花招，说只要我不卖掉这些债券，账面上的亏损就不算真亏，但这只是自己骗自己。一旦老百姓因为各种传闻感到恐慌，都跑去银行提现，银行手头的现金不够用了，就被逼得不得不卖掉这些债券来换现金。这一卖，账面上潜藏的亏损瞬间就变成了实实在在的亏损，很可能一下子就把银行的本钱给亏光了。当年的硅谷银行就是死在这步上的。等到了2026年，很多银行之前能用来应急的工具可能早就用光了，窟窿太大，根本堵不上。在这种大背景下，外头一些专业的分析已经点明了4类风险特别高的银行。我白远把这4类银行的特征给您总结出来，您不妨拿着这些特征悄悄去对照一下自己存钱的那家银行。要是全对上了，我真心建议您得赶紧考虑挪地方了。第一类高危银行是那些在商业地产上压了重注的银行。这类银行通常不是咱们平时听说的那几个全球性巨头，而是一些区域性的中型银行。它们有个特点，就是资产负债表里给写字楼、购物中心、酒店、公寓这些商业地产项目的贷款占的比例非常高，有些甚至超过了总资产的40%，
有分析指出，欧美有一批这样的银行，深度参与了当地的地产开发，现在资产价格下跌，他们手里的抵押物已经不值当初那个价了。如果您存钱的银行平时主要业务就是给本地的开发商或者大包租公们放款，而且规模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那您可真得留神了。一旦地产商资金链断裂还不上钱，这类银行会是最先倒下的那一批。第二类高危银行是那些在金融衍生品市场上玩得很激进的银行，这类银行往往名气挺大，甚至是国际上知名的投行，表面光鲜亮丽，但内部的风险管理可能一塌糊涂。他们不太安于传统的存贷款业务，特别喜欢在复杂的金融衍生品市场里搏一把，比如持有大量的利率互换合约，或者跟那些杠杆加得很高的对冲基金往来密切。就像瑞信那样的百年老店，说垮就垮了，背后就是因为卷进了爆仓事件，加上自身风控失灵。如果您发现某家银行隔三差五就出现在财经新闻的负面头条里，今天被监管巨额罚款，明天又是高管离职，那别犹豫，离他远点准没错。第三类高危银行是那些跟加密货币或者烧钱的科技创业公司绑定太深的银行。有些银行为了追求高速增长，把主要客户群定位在高风险的初创企业或者加密货币交易所，他们的存款来源非常单一，基本全靠这些还在不断烧钱、没稳定盈利的公司。一旦全球的融资环境恶化，风险投资收紧，这些公司就会集体去银行提款续命，瞬间就能引发挤兑。到了2026年，随着 AI 等领域的热潮可能降温，监管也可能收紧，这类银行的脆弱性会变得极高。您可以看看您的银行是不是总标榜自己是科技银行、创新伙伴，如果是，就得多留个心眼，看看他的客户是不是太集中了。第四类高危银行是那些数量庞大但半死不活的僵尸银行，这类银行可能就在您家小区门口，是那种非常小的社区银行或者农村信用社。他们倒没有去乱投资，也没玩什么衍生品，但他们面临的问题是慢性失血，因为长期的利率环境倒挂，他们吸收存款要付的利息高，但能放出去的贷款利息却很低，每天都在亏钱。他们又没有能力去做那些高收益的业务来弥补亏损。随着高利率环境持续，这些小银行的血会被慢慢抽干，到2026年，可能连监管部门要求的最低资本充足率都维持不住了，最后只能等着被兼并或者直接清算。说到这儿，估计有朋友要问了，白远，你别吓我啊，国家不是有存款保险制度吗？50万以内不是全额赔吗？朋友们，这里头其实有2个不小的坑，咱们得看清楚。第一个坑叫保险上限的实际购买力缩水。您想想，到了2026年，50万块钱的购买力还能跟今天一样吗？通货膨胀一直在悄悄吃掉钱的价值。更关键的是，对于很多做生意或者正准备买房换房的家庭来说，账户里超过50万是常态。存款保险保的是小户，不保大户。一旦银行倒闭，进入清算程序，您超过保险上限的那部分存款，法律上就变成了无担保普通债权人，得和其他债主一起排队去分银行剩下的那点家当。按照以往的经验，这部分钱能拿回来的比例非常低，而且这个过程可能拖上好几年，您等得起吗？第二个坑叫内部纾困机制。20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学聪明了，不想老用纳税人的钱去填银行的窟窿，所以在欧美等地法律上搞了个叫内部纾困的条款，意思是银行要倒闭时，政府可以不掏钱，而是强制把银行债权人的债权转换成这家银行的股权。打个比方，您在银行存了100万，银行倒了，按照存款保险，您先拿回50万，剩下那50万，监管机构可能说，为了挽救银行，避免系统性风险，您这50万债权现在变成这家破产银行的股票了。一家已经倒闭的银行的股票跟废纸有多大区别？
您就这么从债主莫名其妙变成了股东，陪着他一起沉船。这就是当系统性风险真的爆发时，可能面临的最残酷现实之一。那么，面对2026年可能开始的风浪，咱们普通老百姓到底该怎么行动，才能守住自己的财富呢？这里，白猿给大家几条实实在在能操作的建议。第一招叫狡兔三窟，物理隔离，千万别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哪怕这个篮子号称是宇宙第一坚固也不行。特别是您的资金总量如果超过了存款保险上限，务必进行分散。我建议可以配置3到4家不同类型的银行，找一家国资背景深厚的大银行，存放大部分积蓄，图的就是一个稳字。再找一家服务好、网点多、手机银行方便的全国性商业银行，用于日常的消费开支和流动资金，图个快和方便。如果还想追求一点更高的收益，可以考虑一家在当地经营多年、口碑不错的区域性银行，买点其发行的稳健型理财产品。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让每笔存款都落在保险额度内，更是为了防止单点故障。万一某一家银行因为技术问题系统瘫痪，或者因为监管调查账户被临时冻结，您别的银行卡还能正常用，一家老小的生活不至于瞬间停摆。第二招叫逃离存款，拥抱国债。如果您有一笔较大的闲置资金，短期内用不上，那么现阶段最安全的好去处，可能不是银行的大额存单，而是国债。从法律关系的根本上讲，您把钱存进银行，您是银行的债主，但您用钱买了国债，您就成了国家的债主。只要国家的主权、信用和货币体系不出颠覆性问题，国债就是最顶级的、绝对安全的资产。而且现在很多时候，短期国债的收益率比银行的定期存款还要有吸引力，流动性也非常好，需要用钱时在市场上很容易卖掉。这相当于把您资产的信用背书从一家商业银行升级到了国家主权级别，是应对潜在银行危机的降维保护。具体怎么买国债，其实操作挺简单的，通过手机银行或者证券账户一般都能办，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第三招叫构建实物资产的诺亚方舟。银行账户里的数字说到底是一串电子代码，在极端的风险情形下，有可能被冻结、清零，或者因为系统崩溃而无法访问。但实实在在的实物资产不会。我一直在强调，每个家庭都应该配置一点点实物黄金，比例不用高，占家庭总资产的5%到10%就可以。注意，我说的是实实在在的金条、金块，存放在家里最安全、最隐蔽的地方。这部分资产，咱们不指望它短期内涨多少，它求的是一份终极保险。在万一出现电力网络长期瘫痪、银行体系崩溃、货币急速贬值的极端情况下，黄金是跨越国界、跨越时代的硬通货，能换来保命的食物和物资，这是一种底线思维。另外，如果条件允许，持有一套没有过高贷款压力的、地段优质的房产也是一种对冲。因为重大的银行危机之后，政府往往不得不大规模放水来拯救经济，而优质的实物资产在长周期里是抵抗通货膨胀的利器，但核心前提是杠杆不能太高，别让自己被月供压垮。第四招叫定期体检，关注核心指标。以前咱们存钱可能就看个利率，从来不看银行的财务报表，以后这个习惯得改了。尤其是上市银行，他们的财报都是公开的，咱们就算不是金融专家，也能看懂2个最简单的关键指标。一个叫不良贷款率，如果这家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连续上升，而且明显比同行业平均水平高出一截，那就说明它的资产质量在快速恶化。另一个叫资本充足率，如果这个指标总是贴着监管的最低红线，那就说明它抵御风险的能力很弱，像个身体虚弱的病人。咱们不能把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钱交给一个连自己都顾不好的机构去管理，
说到这里，白猿想跟各位朋友再说几句心里话。财富的积累就像在海边堆沙堡，需要咱们一捧沙一捧沙，兢兢业业地堆上好多年。但财富的毁灭可能就像一个大浪打来，转眼就冲垮了。2026年听着好像还有点远，但其实就在眼前了。今天埋下的隐患，就是明天可能炸响的惊雷。咱们普通人没法左右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没能力去帮银行填平他们的窟窿。咱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主动权尽可能抓在自己手里，千万别为了贪图小银行那多出来 0.5%、1% 的利息，去冒损失全部本金的风险。我见过太多老人家因为街边小银行送的一袋米、一桶油，就把一辈子的养老钱都存了进去，结果雷一爆，真是哭都找不到地方。所以今晚听完，您不妨就拿出家里的存折，打开手机银行，好好盘点一下自家的资产分布。如果发现大部分钱都堆在同一个看起来有点摇摇欲坠的篮子里，那么明天一早就该行动起来了。无论是去转账分散，还是去研究购买国债，赶紧动起来。记住，在可能到来的金融风浪面前，跑得快不是胆小，而是一种智慧，是对自己和家人最深切的责任。除了上面这些大的方向，白远还想再跟大家唠点更细致、更贴近咱们日常过日子的应对方法。这日子是咱自己一天天过的，风险要来了，咱得有具体的方法挡在门外头，您说是吧？咱们先说这现金为王的老道理。以前咱们总觉着钱放家里不安全，还贼遭贼，必须存银行，还能生点利息。但现在这个世道，咱们的思维得变一变了。真到了那种比较极端的状况，银行卡可能会刷不出来， ATM 机前面可能排起长队，甚至机器里根本就没钱。所以白远建议大家，家里头一定得备一点实实在在的应急现金。这个钱不用太多，算一算，够您全家2-3个月的基本生活费就行。而且啊，这现金最好换成小面额的，别全是100元大钞，多备点20、50的，甚至零钱。真到了那种时候，您手里这几千、1万的现金，可能比您银行卡里几十万但取不出来的数字要管用1万倍。您想想，万一赶上大范围停电或者网络瘫痪，您去楼下小超市想买袋米、买桶水，人家 POS 机刷不了，手机支付没网络。这时候您能从口袋里掏出实实在在的现金来，您就是最从容的人。这就叫手中有现金，心里不发慌。再一个，咱们得好好聊聊家庭债务这事儿。现在很多人身上都背着债，房贷、车贷，还有各种消费贷、信用贷，在太平年月，这叫合理利用金融杠杆改善生活。但是眼瞅着2026年可能到来的这场风暴，这杠杆可就变成一把双刃剑，甚至可能压垮咱们。万一银行危机真的引发了经济不景气，咱们的收入可能会减少，甚至工作都可能不稳。这时候，如果每个月还得雷打不动地还一大笔贷款，那压力就太大了，真的会让人喘不过气。所以白远有个建议，趁着现在手头还算宽裕，有点余钱，对于那些利息比较高的商业贷款，或者是那种利率会跟着市场浮动的贷款，能提前还掉一部分的，尽量提前还一些。您现在多还一点本金，未来每个月的月供压力就能小一点，家里的现金流就能更安全一点。这就是在给未来的自己铺后路，留余地。千万别等到收入骤降、工作不稳的时候，银行还天天打电话催债，那时候可真就是进退两难了。还有个特别容易被大家忽略的方面，就是保险配置。咱们前面细说了存款保险的局限性，那咱们自己买的商业保险呢？很多朋友买过年金险、增额终身寿险，觉得这既是保障又是理财，但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保险公司的钱也不是白放在那的，他们也要拿去做投资，很大一部分也是去买债券、存银行、投资基础设施。如果银行业出现大面积的问题，资本市场剧烈波动，保险公司也很难独善其身，
其投资端也可能出现亏损，进而影响到给付能力。所以白远提醒大家，买保险一定要回归保障这个最本质的目的。重疾险、百万医疗险、意外伤害险，这些是保命的、救急的，应该优先配置足额。但对于那些纯理财性质、承诺高收益的保险产品，尤其是些规模很小、名气不大的保险公司推出的，咱们就要格外警惕了。别被那些业务员掩饰的高档收益所迷惑，一切要以保险合同里写明的，保证能拿到手的部分为准。还是那句话，在不确定性增加的时候，选择那些实力雄厚、品牌悠久的大保险公司，相对会更稳妥一些。毕竟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多方都会尽力维护。说到这儿，可能有些年轻的朋友会想，白远，你讲的这些好像都是针对有点积蓄的中老年朋友。我每个月工资光，没存款，这危机是不是跟我没关系？哎，您可千万别这么想。银行业要是出大问题，那是系统性、全局性的灾难，谁也跑不掉，只是受影响的方式不同。对年轻人来说，最大的风险可能不是存款缩水，而是失业。银行一旦因为自身难保而收紧信贷，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就很难贷到款来维持运营或扩张。企业贷不到款，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削减成本，而裁员往往是最直接的方式。所以，对于年轻人，白远的建议是，在当前这个环境下，别再轻易想着冒险创业，也尽量不要裸辞。眼下这份能按时发工资的工作，只要还能干，就先稳稳地苟住。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多学习，多掌握一些跨领域的技能，提升自己在职场上的不可替代性。消费上一定要克制，别再追求那些超出能力的精致穷了。哪怕每个月强制自己存下300-500块钱，积少成多，那也是在为可能到来的冬天储备一点珍贵的粮食。咱们再回头聊聊那个狡兔三窟。有些朋友可能还是觉得麻烦，直接问我，白远，我不懂那些复杂的，你就直接告诉我，现在哪几家银行最安全，我把钱都挪过去行不行？虽然我不能，也不应该直接点名推荐具体银行，但我可以教大家一个非常直观的判断小窍门。您可以去观察一下这家银行的物理网点多不多，它的手机银行 APP 做的是不是用心、流畅、安全，它平时打广告是更强调自己的稳健和历史，还是总用明显高于市场平均水平的高息来吸引存款。通常来说，那些给出的存款或理财产品收益率长期明显比同类主流银行高出一大截的，往往就是最缺钱、最渴望揽储的银行，其背后的风险也可能相应更高。咱们普通人存钱，图的是本金安全踏实，绝不是为了那多出来的0.5%或1%的利息，去冒本金可能损失的风险。所以，找那些平时显得有点低调，不太搞花里胡哨活动，国资背景深厚或者品牌历史悠久的银行，相对来说踩坑的概率会小很多。最后，白远觉得比准备钱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准备，咱们得把过一段紧日子的心理预期给建立起来。咱们国家大部分人过去几十年都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顺风期，习惯性的认为明天一定会比今天更好，但经济就像大自然的四季，有繁荣的夏天，就必然会有萧条的冬天。如果2026年真的开始了调整周期，咱们可能确实要面对一段收入增长放缓，甚至停滞，资产价格波动，生活不如前几年那么宽裕的时期。这时候心态就至关重要了，减少不必要的攀比，克制住焦虑的情绪，把生活的重心从对外部物质的过度追求拉回到家庭内部的和睦、个人的健康上来。只要一家人整整齐齐、平平安安，身体健健康康的，就没有什么坎是过不去的。咱们普通老百姓 resilience 韧性是最强的。今天白远说了这么多，绝不是为了制造焦虑，而是希望大家能知己知彼。潜在的危机就像天气预报里的超强台风，我们提前知道它的路径，
才能加固门窗，备足物资，等风雨来临时，才能安心待在稳固的家里。若是毫不准备，甚至冒险观浪，后果不堪设想。钱是身外之物，但更是我们安身立命、照顾家人的重要工具。尤其对于上有老下有小的朋友，以及辛苦半生的长辈，养老钱、保命钱就是晚年最重要的底气。守护这份底气需要智慧，更需要行动。所以，请别只听不做，找个时间静下心来，和家人一起盘一盘资产，该调整调整，该规划规划。现在的这点麻烦，远小于未来可能面对的风险。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分享有些启发，请点赞或在评论区留言，也请分享给家人和身边的朋友，特别是对风险不够敏感的长辈。互相提醒，抱团取暖，我们才能更稳妥地面对未来的风浪。我是白远，咱们下期再见。